小米手环10 Pro， 你这看起来根本就没有升级啊！我还有必要多花200块钱去买它吗？还是说省200块钱去买9 Pro 呢？哎，别急，接下来我给他们2个来一次超全面的对比，看完之后你就知道到底有没有必要多花200块钱去买这个小米手环10 Pro 了。先来看一下外观嘛，说实话，第一眼是真没啥惊喜啊，他们的外观可以说是毫无差别的，基本都是一样的设计，黑边都是差不多的宽度，侧过来才看得出来，10 Pro 确实薄了一点，但是不拿尺子量，基本没啥感觉。背面的变化就非常大了，你们看一下这个传感器区域是不是似曾相识？是把红米 Watch 6的传感器直接下放给10 Pro 了，那是不是就可以叫青春版的红米 Watch 6啊？然后我们点亮屏幕看一下里面的功能有啥变化吧。屏幕刷新率、动画流畅度依旧和去年保持一致，今年倒是加了个游戏模式，但是这个游戏模式我是真的没太懂有啥用啊？谁会在手环上面看自己的复活时间啊？就算游戏切到后台，现在很多手机都有自己的悬浮提醒的，还有打完游戏看自己的心率，这个也是纯鸡肋啊！不如出个麻将模式，可能更实在一些。除此之外，它还多了个录音机功能，现在可以直接拿手环录音，再同步到手机上面了，还支持 iOS 的快捷指令。但是这个功能我实在想不到在什么场景下面使用啊！我一开始还以为可以快捷设置米家生态的功能，但是它基本都是调手环自己的设置。问题来了，我手环都戴在我手腕上了，还有必要去绕一圈去设置它吗？除此之外，我觉得小米有一个很逆天的设置，就是勿扰模式的时间段只能设置一个时间段，一般人都会设置到晚上，但是我就请问了，小米的产品经理，你们就不午睡吗？你们真不知道午睡的时候被手环震醒是多难受啊！但真正让我另眼相看的地方，还是看到了检测功能。前段时间我专门带了10 Pro 和9 Pro 一起去外面跑了次步，在不开蓝牙的情况下，只依靠2个手环的独立 GNSS 记录这次跑步的数据。现在一个200米的田径场跑了1公里，手机 Keep 记录的数据是940米，10 Pro 记录是924米，9 Pro 记录是824米。10 Pro 虽然不是绝对的准，但是它明显更接近手机的 GPS 记录。再来看一下运动轨迹吧，9 Pro 已经开始在操场边上漂移了，像喝多在走蛇形步啊。10 Pro 起码还是老老实实跟着我的跑线跑，然后我就去往外面的马路边跑了一小段，发现9 Pro 的运动轨迹依然是在乱飘，而10 Pro 还是稳得多。跑完这次步之后，我瞬间觉得我这300多花得太值了呀！当然了，除了运动检测的大幅度提升，在运动心率、睡眠等检测方面也是比9 Pro 准确了些，不过感知不是特别明显，这个地方我就不细说了，毕竟我这段时间体验下来，用起来确实很不错。续航方面，10 Pro 是比9 Pro 差了不少的，我重度佩戴下来，10 Pro 大概能用个8天左右，而9 Pro 是可以用11天左右。不过在重度使用下，8天多的续航对于学生党来说也是非常够用的，所以也没有必要焦虑续航问题。我认为小米手环10 Pro 其实是非常值得买的一款手环的，因为它在9 Pro 的基础上优化了不少你第一眼看不见的东西，你乍一看感觉怎么好像没有升级啊？但是你真的戴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你才能感受它真正的变化。我认为小米手环10 Pro 简直就可以说是没有扬声器的小号红米 Watch 6。如果你预算够的话，我是真的建议你直接上陶瓷版本的，那手感也是比红米 Watch 6好上不少啊。